这只螳螂的行为看起来十分的怪异。作为怕水的昆虫，它却慢慢地向着水中爬去。事实上，它已经被铁线虫寄生了。铁线虫是一种寄生在昆虫体内的寄生虫，它们能够通过释放特殊的化学物质来操控寄主的神经系统，从而达到控制螳螂行为的目的。而这只螳螂就是在铁线虫的控制下，完全身不由己地奔向了水中。在接触到水源以后，铁线虫也开始从螳螂体内钻了出来。铁线虫寄生的对象也不仅仅是螳螂，其他如蟋蟀、蝗虫以及渠搜等昆虫，时机合适的话也会成为它们寄生的目标。当铁线虫在这些昆虫体内发育成熟时，它们都会控制着寄主到处寻找水源，来完成自己的生命周期。而经过研究发现，铁线虫释放的这种特殊物质是一种叫做蜡素的化学物质。蜡素能够直接作用于寄主的神经系统，在这种物质的刺激下，被寄生的昆虫会感到疼痛和不适，并且会失去对避免伤害的本能反应。虽然这些昆虫平时非常的怕水，但是在此刻也会毫不犹豫地扑下去了。成虫的铁线虫有白色、黄色以及黑褐色和棕褐色等几种颜色。成虫的铁线虫生活在水中，同时也在水里完成交配和产卵。雌性成虫一次可以产下多达上百万颗的虫卵。人如果误饮了含有虫卵的水，这些虫卵也会在人体内孵化寄生。虽然它们对人体不会造成和昆虫一样的致命危害，但是也会对身体的健康造成明显的影响。这是一只雌性铁线虫正在产卵，它们的卵呈现出白色，并类似于绳子的形状。大约在2至4周内，这些虫卵就会孵化出来。温度越低，则孵化的时间越长。孵化出来的幼虫体型极其微小，并且动作笨拙而缓慢，它们等待着被其他水生昆虫吞进肚子。蚊子的幼虫孑孓以过滤水中的微生物和水藻为食，但是在进食的过程中，有些铁线虫幼虫也会被它们吞进去。这些幼虫也正式开始了寄生之旅，它们会在孑孓或食蚕体内结成囊后一直潜伏。随着孑孓的发育长大，直到最后羽化成虫，这些寄生的幼虫也一直跟随着蚊子，但是它们还需要等待生命中最重要的寄主的到来。当螳螂捕食了体内有铁线虫幼虫的蚊子以后，这些结成囊的幼虫也跟随着进入了螳螂体内。这以后，它们就以这些寄主的身体为家，开始逐渐的发育并长大。当这些幼虫发育成熟以后，它们就会开始操纵着寄主去寻找水源，然后重新回到水里生活并繁衍后代。这就是铁线虫一生的生命里程。